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在刚刚过去的4月和5月，全球原油价格一度疯狂逼近每桶120美元的历史高位。如果这是在几十年前，全球金融市场此时应该已经陷入了通膨暴涨、股市崩盘以及经济全面衰退的惨烈深渊。然而这一次，原本应该引发海啸的第3次石油危机却显得异常安静，全球经济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弹性。这股反常背后最震撼的真相，被摩根大通最新发布的全球市场战略报告中彻底揭开。摩根大通在结束对中国的实地调研后指出，一场毫无征兆、每日高达150万桶的石油需求，已经在没有任何政府强制限制、没有任何日常危机感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彻底消失了。这是一场全球能源版图历史性的结构性大位移，正在彻底颠覆传统石油地格的定价逻辑。为了理解这场悄无声息的石油退潮有多么伟大，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半个世纪前的那场历史梦魇。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指出，1973年10月，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为了应对最日战争，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在短短几个月内，全球石油市场瞬间损失了每日560万桶的供应量，这项缺口大约占当时全球石油总需求的 9%。 正是这 9% 的供应切断，在欧美各国引发了史诗级的流动性灾难。加油站前排起数英里的长龙，工厂因无油发电而大面积停工，全球通膨在几个月内飙升至2位数，最终导致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然而在2026年，同样是 9% 的供需大变局，历史却没有重演。摩根大通大宗商品研究团队指出，在刚刚过去的1周里，他们在中国进行了深度的实地闭门调研。他们带回来的最惊人发现，不是中国的石油需求正在放缓，而是这个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其石油需求竟然出现了高达 9%， 也就是每日约150万桶的骤降。最耐人寻味的是，这场庞大需求的消失是在没有任何政府宣传攻势、没有任何出行限制，甚至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危机感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不是一场由政策高压倒逼的非自愿节能，而是一场由数亿消费者和企业在面对高昂油价时所做出的极其理性的主动经济选择。那么，这每日150万桶的石油需求究竟流向了哪里？摩根大通在报告中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各个交通与工业层面进行了详尽的数据拆解，指出了2大核心的替代路径。第一，也是最猛烈的替代，发生在重型货运与公共交通领域。摩根大通指出，在过去的2年里，中国的物流和货运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脱油化革命。当汽油和柴油价格随国际油价飙升至历史高位时，成千上万的物流企业和个体卡车司机开始大规模抛弃传统的柴油重卡，转而采购由液化天然气驱动的高效重卡，或者直接选用纯电动重卡。这项转变在数据上得到了充分证明，配合城市地铁网络的爆发式扩建、高铁系统对跨省商务出行的全面覆盖，以及各大城市出租车和巴士100%的纯电动化，原本消耗着大量柴油和汽油的公共与重型交通网络，其对石油的依赖度已经出现了断崖式的暴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便在春季出行旺季，中国的汽油和柴油消费量却出现了反常的萎缩。第2大替代路径则发生在过去被视为石油消费刚性支撑的石化产业。摩根大通指出，这一波石油需求下降中，石化原料板块所承受的打击最为沉重。在过去，制造塑料、合成纤维等化学制品必须依赖石化裂解装置生产的石脑油。然而，随着中国煤化工技术的成熟与绿色生物基材料的规模化推广，大量石化原料的采购被更具成本优势的煤基和生物基替代品所填补。这种原料端的结构性变革，直接将石化产业对原油的刚性胃口在一夜之间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与此同时，摩根大通从欧洲市场收集到的反馈，也再次验证了全球能源体系对石油依赖度的历史性脱钩。摩根大通指出，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时欧洲面临的急性宏观经济危机截然不同，2026年的这一波油价上涨对欧洲实体经济的冲击显得极其温和，甚至有些微不足道。
这项反常现象的底层财政与电力运行机制在于，虽然4月和5月国际原油价格在110至120美元之间剧烈波动，但欧洲多个国家的批发电力价格却频繁跌入负电价区间，这在过去的能源危机中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摩根大通分析指出，这主要得益于过去几年欧洲在光伏太阳能与离岸风力发电领域所进行的史诗级投资。在春季充足的日照与强劲的海风推动下，欧洲各国的清洁能源发电量呈现出排山倒海式的爆发。这不仅完全对冲了昂贵天然气和石油在发电端的成本，更在中午等发电高峰期逼出了全网电力过剩的奇特景致。这种电力网络与石油发电的彻底脱钩，意味着高油价传导致通膨和企业生产成本的传统路径已被完全截断。这为欧洲制造业在利率高企的环境下提供了最为珍贵的基本面安全垫。分析完这些令人振奋的实地数据与历史对比，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宏观视角去透视这场全球石油需求大位移背后的底层资本流向。华瑞认为，摩根大通这份报告所披露的世界正在适应减少 9% 的石油，本质上宣告了全球大宗商品牛市定价模型的历史性失效。过去数十年来，华尔街策略师们在评估高油价时，往往惯性套用1973年或2008年的历史脚本，认为只要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就一定会引发恶性通膨，并倒逼各国央行实施毁灭性的升息。然而，摩根大通的数据表明，在绿色交通网络、LNG 重卡以及欧洲新能源发电的立体替代下，高油价已经不再是掠夺全球实体经济利润的暴君，反而成了加速低碳技术替代的催化剂。同时，华瑞认为，石油需求的结构性萎缩将会对全球资源股与商品货币的估值中枢产生深远的下杀压力。当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可以在不影响日常经济活动的前提下，主动削减每日150万桶的石油消耗，这表明石油的定价权正在加速从供应国向具备技术替代能力的消费国转移。随着这种替代效率在2026年下半年的进一步扩张，传统石油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溢价将会面临实质性的重估，而商品货币如加币在面对油价上涨时的弹性也将会被彻底削弱。相反，那些掌控着绿色电力网络、电气化设备与高效率电池技术的蓝筹企业，则能在这场去油化的过程中获得双重的利润与估值增量。这正是跨国聪明钱此时选择主动减配能源，转而向新能源基建板块进行资金重组的底层逻辑。当然，去油化进程仍面临双向风险。摩根大通研究团队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一是低碳替代技术的发展不均衡，在美洲与新兴市场，基础设施电气化依然滞后。若2026年下半年地缘风险恶化，这些未完成转型的区域仍会面临急性通膨冲击。二是极端气候对清洁能源系统的间歇性考验。若面临无风无光气候或冬季供暖需求爆发，替代机制将面临短期缺口，迫使各国重回石油与天然气发电，对市场构成震荡。华瑞认为，摩根大通这份报告揭示了大宗商品市场需求去永继化、新能源机在补位的长期资本格局。避险不再是单纯囤积原油和黄金，而是寻找具备替代技术的龙头。对于投资者而言，要真正吃透这波石油需求大萎缩带来的估值溢价红利，我们的操作焦点必须从关注空泛的油价走势，转向对微观替代实际与利润转移率的精细化验证。在实际布局中，应当重点跟踪2条核心线索。第一，是中国每月 LNG 重卡与纯电动卡车的实质销售渗透率，以及高铁与地铁客运量的环比增长幅度，这直接决定了汽柴油需求被刚性替代的流速。第二，则是密切注视欧洲主要港口的天然气库存水位，以及欧洲主要电网在高峰期负电价出现的频率。这2项高密度的实体硬指标，才是我们在原油拉锯期精确捕捉新兴科技与绿色精密工程板块超额收益的关键财富密码。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